好，再回到環球大單線節目現場，這一趴節目的最後討論哦，還是要關注在俄烏議題上面，究竟雙方的和平落幕還距離我們有多遠？現在俄烏戰場的最新局勢呢，從這個戰爭的天平，大家都知道，現在急速的往俄羅斯這邊傾斜跟靠攏。那面對美俄設計好的這個28點和平計劃的提案呢，烏克蘭還有美國的官員在日內瓦會談之後，雙方把原本的28點版本現在修改成了新的19點協議哦。當中幾個核心部分帶觀眾朋友來看，包括了敏感的割地問題，還有烏克蘭是否加入北約，兩國的邊界線怎麼畫，還有俄羅斯的安全保障，你該怎麼承諾之後不要再繼續的西進等等的。那這個問題哦，等於是澤倫斯基還有烏克蘭又把這個問題呢丟回給了川普，丟回給普丁，這些敏感問題，反正我就原封不動，你們回去再想一想吧。但是呢，這個川普寧願先跟習近平主席先做熱線通話，對於澤倫斯基丟回來這顆球，他也不急着接，他就先讓你再放在旁邊冷卻一下，先不理你。那這有什麼樣的政治意味？19點下來，但是美方並沒有積極的去處理。那烏方改版後的這19點呢，傳遞的關鍵訊息，謝大使是不是可以帶觀眾朋友來解讀一下？我想美方會讓這個28點變成19點哈，絕對不是怎麼樣刪掉了敏感部分。絕對是把部分刪掉，因為我們光就談判的技巧來講的話，現在談判很奇怪，它都是多目標的談判。我這個談判我有28個目標，對不對？那這28個目標，我就要讓所有人可以得到你所得的，然後呢，你去宣稱你的勝利，然後另外一方面呢，別方也可以得到他的所得，大家都宣稱勝利。是，這個是現在談判啊，國際談判裡面最大的特徵，就兩造都要宣布勝利。那現在這個部分，我認為割地的問題啊，這個邊界的問題，這些問題啊是最敏感的部分。那如果把這個拿掉的話，第一個，川普也白談了，因為普丁不會接受，普丁不會接受，因為這個其他加入了很多，就是說，比如說我認為那個都是怎麼樣，都是偽旗。為什麼？比如說戰後烏克蘭能夠保有軍隊是多少？60萬人，烏克蘭現在就120萬人，你把它裁掉一半，那這個就是一個偽旗行動。為什麼？我到時候一定讓你烏克蘭覺得說，我給你加到100都可以，我給你加到80都可以。烏克蘭談判者會說，你看，本來60我多厲害，我談成80，對。然後呢，加入北約的問題，那這個東西要寫入你的憲章。寫入你的憲法裡面，叫烏克蘭原始這樣，你寫入憲法，我不加入北約，那這個最後的話，這個我認為是一個偽旗。為什麼？到時候一定給你放，到時候那就不要寫到憲法裡面，寫到你憲法裡面，你澤倫斯基不是烏克蘭的歷史罪人嗎？所以他這個會放。那我認為現在會放的都是這些，可是這場戰爭最敏感的，我說就不寫入憲法，不是說你可以加入北約，你讓他不加入北約，你還有很多方式，可他偏偏選了一個最難的方式，然後讓往後退，最後就是說那就是說這個北約要做出承諾不加入，其實這也是個偽命題，因為北約是共識決啊，要一個國家反對，美國反對就好了嘛，對不對？哪有什麼保證？對，那現在這個另外一個就變成。還有就變成就是說，你現在還有很多，比如說澤倫斯基在和平以後，總統必須30天內改選。那後來就說，哎呀，這個不好吧？我們3個月之內改選，我們改成6個月好不好？我認為最後28條，最後因為他們都不講實際的，我是在這個層，所以變成19條，對不對？現在撤掉了9條嘛，這9條我認為都是不核心的部分。然後是讓烏克蘭能夠下台的，他回去跟烏克蘭講，你看我已經怎麼樣，很有尊嚴的爭取到烏克蘭的尊嚴。因為澤倫斯基在演講的時候，這個28條一曝光以後，他講我們現在2個抉擇，一個是什麼？失去我們的尊嚴，對；一個是失去我們的關鍵盟友，對不對？那他這2個本來尊嚴就比較重要啊，哪裡說關鍵盟友？盟友今天是盟友，明天又不是盟友。那他就會把這個2個來講，可是我認為他基本上要遵回尊嚴的話，
他又不失去盟友的話，目前那個9點都是不重要的。是。对重要对俄羅斯講關鍵的點，尤其領土問題，我認為是不會變的。沒錯。好，這一次美跟烏的代表齊聚在瑞士，現場談判傳出火藥味十足啊！因為美方有人抱怨說，烏克蘭一直在帶媒體風向，要求美方來替這個19條的方案背書。那麼現在把解題人又回到了川普跟這個普丁的身上，這個球要怎麼接？其實他們也不太急啊，尤其是上次哥你觀察居中協調，但是也想分到一些好處，作為這個成本回收的美國，現在該給予烏克蘭一個體面的台階下嗎？還是說，反正上次一樣也談失敗了嘛，我就撒手不管了，俄羅斯繼續在戰場上予取予求，然後消耗烏克蘭的元氣。聖誕節今年估計又是在這個戰爭中度過，大家繼續打繼續推，直到你烏克蘭面臨到臨界點，你必須要妥協，你要失去你的尊嚴了，是這樣嗎？我認為現在整件事情，無論現在28點到19點哦，在內容當中當然很多的搏鬥，可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到，這個28點，也就是說，包括盧比歐，包括先前他是由他們的陸軍部長帶着這個到烏克蘭，先給烏克蘭他們來看。要知道這28點可是俄羅斯他們派人到邁阿密，跟美國方面也是談了3天嘞。也就是說，這個28點並不是一個匆匆忙忙。這個從容連滾帶爬出來的部分的結果，它其實還是美國、俄羅斯談了3天的結果。我覺得我們要拉回到川普啦。我覺得川普無論如何要注意，大家要注意一點，川普他如果沒有在今年把俄烏戰爭搞定，對他來說，他會是一個非常難受的事情。因為作為他在今年就任之後，已經折騰了連滾帶爬1年，而且不要忘了，在這個28點出來之前，川普又說了感恩節之前要簽了，所以我覺得川普並不是說無所謂，我認為川普有個急切性，而且不要忘了，川普在整件事情上來講，已經把我跟澤倫斯基覺得澤倫斯基好難搞，他們有很多的部分的軍人衝突，而且每次川普在面對俄烏戰爭之後，他始終都要提到說的部分，因為他是幫拜登擦屁股啊。也就是說，整件事情他沒有自己要去認，或美國要去接受，他覺得這是拜登搞的鬼，而且現在澤倫斯基不把這個事情結束，所以我認為川普有一種急切性，特別到越接近年底，而這個28點也不是很突然的，所以我認為現在的狀況是在這次談的部分，我認為盧比歐把事情搞砸了。我個人是這麼看，因為都知道，在整個過程裡頭，不只是這個28點傳出，先讓英國金融時報先曝光，後來美聯社又大曝光，所以才會整個國際上的輿論針對於28點的內容開始有很多的部分指責，包括歐洲、包括歐盟的國家跟烏克蘭還有很大的底氣。澤倫斯基錄了個10分鐘的視頻，然後講的這個熱血澎湃，仿佛整個輿論都站在烏克蘭這裡。可是明明在整件事情，你覺得是？整個美國部分是大家來爭了嗎？其實現在盧比歐是要按照道理是要執行川普強烈的意志，要逼澤倫斯基就範的。所以我覺得這次當中是談崩了，而沒有最後能夠讓川普希望在感恩節或快速的在今年有個結果，而現在開始又出現分叉，乃至又回到原點。我認為川普一定會很不高興。要知道，大家要知道，商人的性格是這樣，他不會永遠一直認賠下去。到某個時間點之後，他立刻倉促收場，他也要，他不會再有繼續的糾纏。我認為川普的容耐是有極限的，而且一旦澤倫斯基又回到原點，他對澤倫斯基的譴責或壓力會更大了。是。好，現在川普總統的確是比較急了啦，因為上任到現在，他諾貝爾和平獎沒拿到就算，這場戰爭還是沒有辦法如他的意哦，在美國的這個斡旋居中下，盡快的結束 ，everybody happy 過聖誕節，可能沒有辦法看到。但是另外一邊的普丁就不一樣嘍，反正我跟你美國制定出來這28點，你改動我就不認，我們戰場上繼續打嘛。現在勝利的天平是我這邊在進行，所以我們看到。俄軍這幾天的行動又是一連串的收穫啊，包括了擊落的烏軍的無人機，繼續轟炸你的首都基輔，打擊你的士氣。烏克蘭全境都發布這個飛彈警報，哈爾科夫、庫皮揚斯克、紅軍城等等都無一幸免。我還記得幹哥去年我們還在講這個紅軍城被圍困有多驚險的情況，都打到現在2025年的今天了。當前的局勢究竟對烏克蘭有多不利？這個烏國士兵他們的聖誕節應該很難過了吧？其實我說一句實在話，就是說我們講了有1年了，那你說，不管
紅軍城或者是庫皮揚斯克啊，都還沒有拿得下來。那究竟這是什麼原因啊？我們也覺得戰事處於一種焦灼的狀態，可能普丁不想馬上把那個套索給勒緊，免得把你給勒死啊，這有可能。但另外一種可能也是因為戰爭的持續，也許是政治人物的籌碼，不要忘了。所以這個28點現在已經縮小到第19點啊，你就會覺得這裡面這些重要的這些，就是說那個它裡面的條文哈，說句實在話，我看了以後，我真的是很驚訝。我想俄羅斯也不能接受，烏克蘭也不能接受，你知道為什麼？其中有一點講給大家聽，他就是說，烏克蘭將獲得全面的重建與資金補償，補償要從哪裡來？從歐洲各國在那個他們銀行裡面凍結的俄羅斯資產裡面這樣子來的，然後從俄羅斯的資產凍結的這個金額裡面撥補出來重建烏克蘭的戰後的這個秩序的話，那全部撥完了才能夠還給俄羅斯。普丁現在是口頭是答應的，你覺得他真的會答應嗎？我很懷疑啊！我講一句實在話，我很擔心。還有一點，他說，俄羅斯將把不侵犯歐洲與烏克蘭的政策哈，要寫入法律。剛才那個大使有講到，寫入什麼法律？寫了這條法律，我可以再另外立一條法律，意思就是說，俄軍絕對不能夠越過易北河打過來。西德當年在易北河部署了1萬輛坦克，對面的華沙公約組織是4萬輛 A10攻擊機就是這樣出來的。為什麼？因為你看到那個像螞蟻一樣多的坦克要過河來的話，你只用 A10去打它。所以今天我覺得這個28點變成19點，它的意義不大。它的意義是在哪裡？是說俄羅斯不能夠再進犯北約國家，甚至烏克蘭，美國或是北約也不在烏克蘭境內駐軍啊，除非是戰時。這些話都是多餘的。我認為最近俄羅斯的軍隊的進展，代表烏克蘭的抵抗越來越弱。你可以聽到，就是說，烏克蘭現在只剩下用無人機了，它沒有實質的作戰能力了。其實老實講一句，無人機已經劃開了一個新的時代。你可以發現有很多工作交給無人機去做，可是到最後的實質佔領，還是要真的士兵來完成。現在俄羅斯是按兵不動，但是就看澤倫斯基要怎麼樣接受或不接受這19點的計劃。他接受了，整件事情可以說是可以讓大家覺得說鬆了一口氣。可是我覺得川普沒有什麼耐性的。那川普現在已經覺得說，哎，你們到底要怎麼樣？我已經想盡辦法把你們兩個都撮合了，連不能求的習近平我都求來了。那還要怎麼樣？那現在難道說我今天川普？當然這其中還有一點哦，這個在重建基金裡面啊。